那這1周多啊沒有更新影片啊，原因是從大山回来以後啊就病了。這倒不意外啊，因為上支影片最後啊已經預感会生病了。那由於身體啊還沒有完全恢復嘛，沒法拍高消耗和複雜的影片，所以呢這期啊就不做複雜內容了，我們只看一個東西啊，一條被城市包裹的餐道。那今天選擇的場所啊是被稱為奇遇核心枢紐的大宮。大宮啊其實不太好介紹，因為這裡的功能啊、文化、歷史啊是交織在一起的，能講的東西太多了。但如果東一句西一句，只會讓人啊越聽越亂，那最後啊會變成一個平庸的旅遊導覽介紹。所以這次啊咱們要做的是減法。那大宮這塊啊有深度、天天見卻沒人注意到的東西啊，應該就是隱藏在城市內的餐道了。那這條長達2公里啊，直達大宮冰川神社與城市完美結合的餐道啊，其實是整個日本宗教和城市融合最成功、最長的餐道。那所以這次呢，我們就只看這條餐道，開始吧。那我們現在的位置啊，是大宮車站的東口啊，每天有幾十萬人啊在這裡行走。那這裡啊是多條鐵路線的交匯點，也是物流與人流的集散地。接下來啊，我們就要從現在的位置啊前往餐道了。離開車站的建築啊，向東走就可以看到那條筆直的綠色通道了。從大宮車站走15分鐘吧，就可以到達一只鳥居了，也就是餐道的入口。其實準確來說啊，離這個鳥居最近的是上一站，並不是大宮這個車站。但是咱們要見到大宮嘛，所以我就特意從大宮車站走過來，也不是特別遠。今天出门前啊，查了一下花季，正常來說是每年3月28左右啊，就是滿開的季節了。但今天是27，還差1天，但是離滿開還差挺遠的，還得等個至少1周吧。我覺得4、5天是開不了的。在視覺上看呀，這是一條由600多棵古樹組成的長達2公里的通道，它可以直達武藏伊之宮冰川神社。那在日本呀，餐道是很常見的。在大多数人的認知裡啊，餐道是一條供人前往祭祀場所的路徑，但放進城市裡啊，它的意義就變了。那大宮的這條餐道啊，在密集的住宅區和商業區之間啊，強行留出了空白，切斷了東西向的交通，也改變了周圍建築的分布方式與密度。它的存在啊，已經不单单是讓參拜者抵達祭祀場所，它還是大宮整個地理位置上一條用來限制城市規模與人流走向的邊界。如果從衛星地圖上觀看啊，可以明顯看到鐵軌啊與餐道形成了一個夾角。那在江戶時代啊，這裡是中山道上的大宮宿，人們用步行啊去理解這片土地。餐道啊是這段感知裡最神聖的部分。那明治初年啊，國家政權更迭，那明治天皇啊3次親臨冰川神社，將這裡定為祭祀中心。這不僅僅是一次宗教行為啊。那隨後啊，東北本線的鐵軌啊緊貼着餐道鋪設開來。那鐵道帶來的不只是速度，而是重新分配這片土地的方式。這種力量強行切斷了原有的土地肌理。那原本完整的餐道被鐵軌截成段落。從這一刻起啊，大宮的秩序變了，餐道啊不再是純粹的信仰空間，它变成了一段被鐵軌包圍、重新劃分的空間。我們如今看到的綠蔭餐道啊，實際上是權力在鐵軌與土地之間啊被擠壓之後剩下的最後一點空隙。到了明治18年呢，大宮停車场啊正式啟用。隨之而來的呀是名為日本鐵道的線路啊對土地的直接劃拨。原本貫穿南北直通神社內部的2公里餐道啊，在物理層面上啊被鐵軌阻斷。那這種阻斷啊並不是臨時的，而是永久性的行政分割。其實来的路上也有拍啊，大家可以看到這個餐道已經不是连貫的，中間已經被分割成好幾段了。那從那時候開始啊，餐道的完整性啊消失了。原本連接1只鳥居啊到3只鳥居的单一路徑啊，被劃分成了車站前後的不同區塊。那在這段空間裡啊，土地的屬性啊發生了更替。那原本屬於神社管理的祭祀林地啊，被徵收並改造成了蒸汽機車的維修厂。这種改变啊，是大宮這座城市邏輯的轉折點。
土地啊不再服務於祭祀的布匹，而是服務於火車的班次。那明治天皇啊確立了冰川神社的地位啊，是將祭祀行為納入了國家的行政序列。參道的長度和方位啊被納入大宮站的人流計算之中。那在這裡啊，時間不再由神社的鐘聲決定。大宮站的時鐘啊，成為了這片土地上唯一的度量衡。參道啊，雖然保留了古樹，但它已經從一個獨立的精神場所啊，降級為了鐵道樞紐旁邊的附屬空間。已經進到冰川神社境內了。其實大宮冰川神社拍過很多次了，我是想不出來還有什麼冷門地方可以講啊。冰川神社的總社，全國總社就是這裡。官方说的话是已經超過2000多年歷史。主祭神，須佐之男命，就是斩殺，不是斩殺，是退治八岐大蛇那個人，但不是他一個人退治的，他和他老婆稻田金命啊2個人，所以這裡邊的話是他們2個都是主祭神。這塊兒現在是武藏伊之宮啊，但它以前並不是武藏伊之宮啊，是後來被提革上去的。而且它是屬于出云系的神社，并不是伊勢系的。伊勢系啊，就是天皇一族的；出云系啊，就是国让神话把國家讓給伊勢系，也就是天皇一族的那個族群啊。但是它雖然不是伊勢系啊，明治天皇卻對這個神社啊非常的重視，他的很多地位啊，這個追封啊，都是明治天皇給的。剛才也有講嘛，明治天皇甚至把它當成了一個祭祀中心了。很多沒什麼太多可說的吧，講的冷的知識大概都已經講了，沒什麼再多的那種就屬於純疊加了，講了沒什麼太多用，大家自個兒去翻一翻他的神社的介紹，就自個兒就明白了。咱們現在去到公園看吧，因為它櫻花主要在公園裡，這麼看的話應該是挺熱鬧的，有很多舞台。它神社裡邊基本上已經關了。剛才突然又想到，其實這烏鴉好吵啊，然後怎麼說呀？本來就沒有力氣說話，它這麼吵，真是的。我從這邊繞過去吧，這邊可能聲音小一點。剛才說的是什麼呀？對，之前有講過，再順便咱們就提一提啊。冰川神社這個位置啊，也是鎮守鬼門的，鎮守東北方鬼門的。但是它跟別的地方不太一樣，別的地兒就單獨一個神社鎮守鬼門。這個冰川神社啊，其實是3個一套的。在不遠處有一個女體冰川神社，然後在他們倆中間是有一個中山神社，應該是叫中山神社，我記得啊，因為之前有講過，這3個是一套的，連成一條線，然後正好是對應着東北這個方向鎮守鬼門，它不是單一的神社。但是現在很多日本人並不知道那2個神社存在啊，雖然說確實還在，但是很多日本人根本就不知道。去年有拍過，所以就不過多說了。其次呢，就是雖然它還叫武藏國伊之宮啊，聽着好像就是武藏国排名低的神社，但其實武藏國最厲害的神社啊，就是大國魂了，應該很多人知道啊。所謂的武藏國6大明神，也就是6大宮啊，就是由大國魂的主祭神，給分靈分出來的6個神明。他們再怎麼大也打不過大國魂。還有一個冷知識最有趣的，其實也都是之前講過的，就是今天再重新炒個冷飯。五州6大明神，也就是6之宮啊，其實是有7個神社。剛才有說啊，這冰川神社其實是3個神社一體的，只不過那中山神社等級很低啊，所以不算在裡邊。它就算2個，一個女體，一個這個男體，也就是咱們现在看到這個最大的冰川神社啊。所以它其實是有7個神社，而這7個神社裡邊有3個神社說自個兒是伊之宮，一個是女體冰川神社，一個就是現在咱們看到這個冰川神社總社啊，說自個兒是伊之宮，還有一個是金簪神社吧，我記不太清楚了，那個也是，那個確實是啊，因為在這個冰川神社成為伊之宮之前啊，確實它是伊之宮啊。只不過他被降級了以後，他不服，他還說我是伊之宮，所以說整個武藏6大明神啊，其實是有7個神社，而7個神社裡邊有3個自稱是伊之宮，
然後其中的3支宫還是4支宫啊，现在是空的，没人認領，所以就形成了一個非常奇葩的一個現象，非常有意思，大家感興趣的話可以去查一查。那緊鄰大宮的祁瑀市啊，其實是大宮、宇野、浦和3座城市合併而來的。順着這個話題啊，咱們就聊一聊進入21世紀後啊，大宮的轉變和定位。隨着2001年啊，3座城市的行政邊界消失，大宮啊被納入了一個更大規模的城市管理單元。在這個新的行政序列裡啊，原本獨立的冰川神社及其參道啊，被重新劃入到了城市公共資源。這段2公里的參道啊，在城市規劃圖紙上被標記為公共開放空間，是作為調節城市建築密度的緩衝地帶。那周圍住宅區的容積率與地價在計算時都參考了這段綠色空間的距離。現在呢，這裡的日常使用權被移交給周圍的居民和辦公人員。參道成為了育兒、散步和通勤的備用路徑。神社的儀式週期被徹底淹沒在城市的作息表裡。如今的祭典活動被市政部門視作為一種維持社區活力的文化節慶，而非絕对的信仰回歸。原本屬於禁地的森林現在被賦予了空氣淨化與防災避難的功能。參道上的每一棵古樹都有了行政編號，它們不再是通往神界的標誌，而是城市維護預算裡的具體項目。某種程度上可以認為，行政在這個過程中逐漸接管了這片空間。這個公園裡的櫻花開的差不多了，七七八八開的，至少是8成左右，差不了幾天就滿開了。那在大宮車站北邊就是鐵道博物館了。那之前有去過嘛，今天我就不特意過去了，而且時間也來不及了。在大宮的版图裡鐵道博物館並不是一個獨立的文化場所，它更像是用來存放那段被剥離的城市記憶。當鐵軌切斷了參道，當行政力量接管了神聖空間，這種物理上的更迭需要給後人一種解釋，因此博物館誕生了。曾經在參道2側運行的代表生產力的工具被停放在博物館裡，如今的它們被剥離了運輸和吞噬空間的功能，僅僅作為一種靜態的实物被保存起来。這種保存其實是在重新解釋過去。我們通過觀察那些静止的機器其實是在心理層面上默認曾經發生的一切是合理合法的。但是这種更迭并沒有隨着這些巨型機器的沉睡而結束。在2公里外的參道上這種更迭依然在進行。被編好號碼的古樹，被行政規訓的步頻，以及被地價鎖定的綠地。如果說博物館裡存放的是已經死去的生產工具，那麼參道就是一個正在被城市管理程序固化的仍在運作的樣板。大宮為何要保留這些機器和古樹呢？從城市運行邏輯來解讀的話，就是告訴大眾這片土地已經失去了最初的含義，它不再是神靈的居所，也不再是人們與自然產生真實關聯的媒介，它只是一個被精密計算過的用來維持城市周轉效率的背景。突然就下雨了，我這期講了1半多吧，但是沒講完呢。先找個地兒吃個飯吧，希望一會兒雨能停。我想吃日糕屋，但沒有那只能吃塞子里了，沒得挑。看天氣預報的話，他說凌晨2、3點雨才停，所以必須得走了。而且體力已經到透支的階段了，快站不住了。到了這期收尾的階段了。由於這期內容是一個減法處理，所以聽起來比較單一。所以我打算在收尾的時候做一個升維的處理然後讓這個層次感再提高一下。那在大宮的運行邏輯裡個體的目的地並不重要。這座城市的功能在於它作為一個轉換節點的效率，它將來自北方的資源與南方的行政意志進行交換，將混亂的人流梳理進固定的軌道。它存在的意義是為了讓這套複雜的交换系統能夠持續運轉。那我們所行走的那條2公里參道在這套系統裡有着明確的位階。它被保留下來並非基於對神靈的畏懼，而是基於對城市平衡的精確計算。
這種留白啊，是被高度壓縮後留下的結果。在這段空間裡呢，人们以为自己是在穿過世俗的城市去尋找神聖的終點，但在宏觀的規劃視角下，這種行為本身就是城市功能的一部分。那祭祀的路徑啊，被轉化為了通勤的路徑；神聖的森林啊，被轉化為了防災的指標。我們並沒有通過這條路走向神明，我們只是進入了一個被預先設定好的具有神聖感的物理結構。在這個結構裡呢，城市管理機構啊，替代了古老的信仰，成為了秩序的制定者。它決定了樹木的生長範圍，決定了行人的行走速度，也決定了人們感知神聖的方式。在大宮啊，城市不再是信仰的背景，它本身已經成為了信仰。安全到車站了，好，這期到這裡了，謝謝觀看，我們下期再見，拜拜。